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9月18日，杨俊给我打电话，说婆婆在老家病了，要我尽快过去看看。我把孩子交给我妈，开了近4个小时的车程才到婆婆家。刚把车停在婆婆家的鱼池边，就见老公的4个舅舅从屋里走出来，他们表情严肃，4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，看得我心里有些发毛。我加快脚步就往屋里跑，却看见婆婆端坐在堂屋正中间的椅子上，她2手环抱在胸前，敲着2郎腿，一副目中无人、趾高气扬的样子，俨然就是一个皇太后。接着就听到砰的关门声，4个舅舅前后夹击将我围住，他们瞪起了眼，眉毛一根根竖起来，脸上爆起一道道青筋，愤怒地盯着我。我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，就听婆婆一声命令，跪下。什么？婆婆又唱的哪一出？她真把自己当成武则天了。4舅舅照着我的小腿踹了2脚，我2腿发软，就跪在地上，满腔的怒火瞬间翻涌而出，眼神已是挑衅味十足的对上了婆婆得意的眸子，说：这几天小俊不在家，你又跟哪个男人厮混？婆婆怒气冲冲地站起来，指着我的鼻子骂：昨天在你家的那个男人是谁？你个水性杨花的女人，看到那个东西了吗？不动用家法，你是不知道厉害。进猪笼，陈塘就是为你准备的。我这才注意到角落里有一个崭新的竹笼，有一个人那么长，显然是做了多年篾匠的3舅舅做的。他们想做什么？一股恐惧袭上心头，我挣扎着爬起来想跑，无奈4个舅舅把我按得死死的，我根本动不了。我惊恐地哆嗦着，周围的一切都变成了魔鬼，随时都能把我吞噬。我叫李静，今年31岁，来自农村。大学毕业后留在省城工作。认识杨俊前，我有一个男朋友，是我的大学同学，算是个富2代吧，家里有房有车，无房贷的那种。我们恋爱4年，在谈婚论嫁时，男友与我提出分手，说他移情别恋了。为此我消沉了4年，没有再谈过感情。身边的亲人朋友看我就要奔30，开始各种花式催婚。杨俊是我们一个部门的同事，长得其貌不扬，平时和大家的关系都挺好的。那年情人节，他忽然给我送了一大束玫瑰花，害羞腼腆地向我表白，说喜欢我很久了。我先是有点懵的，接着又有点心跳加速，觉得不可置信。反复确认以后，心底一阵小窃喜。杨俊没有什么花花肠子，为人很实在，是个居家过日子的好男人。我接过玫瑰花，抱在怀里，咬着嘴唇，眉眼带笑地望着他。那天他牵着我的手，我们并肩走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。3个月后，我们各出一半首付，买了一套2手房，接着就领证结婚了。结婚后，杨俊确实是个暖男，做得一手好饭菜，还主动承包了大部分家务。他也会说情话，关心我。我们2个人在一起很甜蜜，唯一不好的就是杨俊不让我和其他异性接触。公司的男同事要是和我说了几句话，杨俊就会警告别人远离我，连去商场购物也不能去男销售那买东西。他说太爱我了，忍受不了我和其他男人接触。开始我还挺理解他，爱一个人就是自私的，就是想成为那个唯一。我也刻意与其他异性保持距离。杨俊偶尔会出差，他不放心我一个人在家，总是千叮咛万嘱咐要我关好门窗，不要和陌生人说话。晚上视频的时候，他要我拿着手机里里外外拍给他看。我戏谑地问他，是不是怕家里藏着野男人？
他嘿嘿地笑着，我也把这当成了夫妻间的打情骂俏。年底，杨俊出差1个星期要回来了，说好了下午我去火车站接他。那段时间，我因为食欲不振，吃什么都没胃口，上午便到医院做了个检查，才知道是怀孕了。拿着检查报告单，我又兴奋又激动，想着肚子里有了爱情的结晶，心里像灌了一瓶蜜，眉眼含笑，乐得合不拢嘴。我把孕检单放在包里，给他发了一条微信：老公，今天要给你一个惊喜哦，还发了好几个欣喜的表情包。下午我提前10分钟到了火车站，站在出口处，盯着络绎不绝的人群。我从来没觉得等待是这么美好的感觉。李静，好久不见。一个男人拖着行李箱走到我面前，是他，我的前男友。几年没见，我心里竟然没有半点波澜，淡淡的朝他点了点头，扭头就看到迎面走来的杨俊。我笑靥如花地挥舞着手，一路小跑奔过去，挽着他的手臂。杨俊看到和他对视的前男友，脸一下就拉了下来，像刷了层浆糊般紧绷着，眼睁睁看着前男友上了一辆宝马车扬长而去。这就是你给我的惊喜。杨俊甩开我的手，指着前男友远去的方向，他的脸色阴沉的可怕，额头上青筋暴露，仿佛要把我吃了一般。看到周围诧异的眼神，我赶紧拎过他的箱子，拽着他就往车上走。回家的路上，我边开车边解释事情的前因后果，赌咒发誓说没和那个男人说一句话。他依然一句话也不说，含着脸，神色异常凝重。一进家门，我就掏出孕检单，还没来得及说话，杨俊一把掐住我的脖子，抵在门上，说：你的第一次是不是给了那个男人？他赤红着双眼，怒目圆睁。我忍你很久了，你这个荡妇！说，你们是不是一直藕断丝连？我的喉咙发紧，大脑一片空白，连意识也开始模糊。孕检单从手里滑落，杨俊松手瘫坐在地上，他捡起单子看了又看，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，眼泪吧嗒吧嗒地往下落，一种撕心裂肺的绝望，让我一刻也不想待在这个男人身边。我强忍着眼泪走到房间，拿了自己的身份证、银行卡就往外面走。杨俊一把抱着我，恳求我原谅他，说他太爱我了。当年前男友经常去公司接我下班，和同事们打得火热。我和杨俊走到一起后，有人总拿他们2人做比较，说杨俊就没有比得上前男友的地方。好牛好马不吃回头草，我的字典里就没有符合这一说。对他如此，对你也如此。该说的在车里已经都说过了。我掰开他的手，依然要走。小静，对不起，我们年纪都不小了，好不容易有了孩子，我保证没有下次了。别走，我不能没有你。他紧紧地搂着我，喃喃自语着。我想起我妈说的话，夫妻床头打架床尾和，没有哪一对夫妻不吵吵闹闹的。我已经30岁了，又有了身孕，何况杨俊已经认错了，哪能真的说走就走呢？经过这一闹，杨俊对我更好了，他为了让我安心养胎，直接帮我辞职了。每天上班前，他为我准备好可口营养的早餐和午餐，我只用放在微波炉加热就行了。晚上给我泡脚按摩，给我洗头发，贴心的给我准备零食和营养品。晚上陪着我出去散步，他会温柔地跟我说话，没有半点不耐烦。虽然杨俊还是会严格控制我的社交，甚至不允许我在外面穿露手露腿的裙子，可我还是觉得挺满足。世上哪有十全十美的人呢？10月怀胎，1朝分娩，在医院剖腹产，生下女儿后，婆婆便过来照顾我坐月子。出院前，主治医师安排一个实习生给我的伤口换药，
他穿着白大褂，戴着口罩，我也没反应过来他是男人。撩起衣服，把肚子露出来，他用镊子夹着碘伏棉球给我消毒。婆婆尖叫着推开医生，骂他是个流氓。他转头对着我就是一巴掌，说我不知道检点，婚前就丢了贞洁，婚后当着他的面就敢和人勾勾搭搭。婆婆脸上横肉乱颤，唾沫乱飞，操着大嗓门叫嚷。杨俊刚好提着午餐回来，听到婆婆添油加醋的描述，他刀尖一样的目光狠狠剜了我一眼，又把午餐啪地扣在男医生的头顶。估计那小男生没见过这阵仗，吓得浑身瑟瑟发抖，汤水呼满他的脸，手里的托盘掉在地上，他用袖子胡乱地抹着。病房里马上聚集了很多人，医生护士都在劝解，要杨俊母子冷静。他们一大群人去了办公室解决问题。一些家属同情地看着我，没有一个人赶过来。我羞得无地自容，忍着伤口的剧痛，自己给孩子喂奶换尿片，收拾出院的东西。因为身体虚弱的缘故，我有些头晕。看到突然闯进来的杨俊母子，我拼命忍着把头扭向窗外，也不敢开口说话，怕眼泪会冲出来。我告诉自己，为了孩子一定要坚强，要学会忍辱负重。下午出院回家后，杨俊母子在客房里嘀嘀咕咕，我正在给孩子的肚脐消毒换护脐贴，就见婆婆一脚踢开我的房门，气冲冲地奔过来。她迅速在女儿头上拔了几根头发，又顺手拿起带着血迹的护脐贴递给杨俊，去做个亲子鉴定，如果不是我们杨家的种，我就要动用家法了。他们完全不管因为疼痛而大哭的孩子。我女儿出生才几天啊，世上怎么会有这样狠心的奶奶？我算是领教了婆婆的蛮横无理。她仗着自己有4个弟弟听她的话，在村里霸道惯了，在家里也是说一不二。去他们村办婚礼时，婆婆说我站没站相，坐没坐相，硬是拿根戒尺从餐桌里移到坐立行走，把我调教了3天，还说淫荡为万恶之首，要我好自为之，否则就要家法伺候。婆婆说话高高在上的气势，不容置疑的语气，让我一度怀疑她是武则天转世。可她偏偏只是个养鱼的农妇，连大字也不识几个，顶多配得上泼妇2个字。所以我和杨俊说过，坚决不和他妈同住。这次要不是婆婆无中生有，在医院闹出那么大的动静，哪能发生这么多糟心事呢？第3天，杨俊拿着亲子报告，兴奋地要抱女儿。我把孩子护在怀里，不让他碰。我爸妈今天过来，我带着孩子回娘家。出了月子就离婚吧。吃了2天的泡面，又捂在被子里哭了几个晚上。我声音沙哑得厉害，眼睛也哭肿了，又酸又胀。杨俊立刻跪在床边，就差给我磕头了。他说绝对不会离婚的。他把婆婆送回了老家，又对我父母万般讨好，在我面前更是低声下气的认错。晚上他主动起夜给孩子冲奶粉、换尿片。我父母对他是100个满意。我可以不要老公，可孩子需要父亲，离或不离都难以抉择。最后我妈留下来帮我们带孩子。我找了份不用和男人打交道的工作。我的生活圈子本来就很小了，再不工作，我一定会抑郁发狂。就这样，女儿快1岁了，我妈也看出了我们婚姻的不对劲。除了我爸来家里，杨俊能笑脸相迎。我舅舅姑父、表哥表弟来家里做客，杨俊都是面露物色，找借口把我关在房间，不和他们聊天。可我妈还是维护杨俊，说除了这一点，他哪里都好。她还劝我要和婆婆搞好关系，不要让杨俊夹在中间难做人。在我妈的逼迫下，
我们带着孩子去婆婆家吃过几顿饭，杨俊很高兴，给我妈买了按摩椅、泡脚桶。每次出差都会给我妈买礼物，只要在家，他就亲自带孩子做家务，让我妈好好休息。这次杨俊在外地出差，给我打电话说婆婆病了，我妈催着我来老家照顾婆婆，哪会想到这就是一场鸿门宴。婆婆装病将我骗来，逼着我下跪，要我交代出现在家里的野男人是谁。见我倔强地扭过头不理她，婆婆站起来捏着我的下巴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”她要大舅舅打开手机里的视频给我看，从视频拍摄的角度看，一个穿着蓝色工服的男人和我在厨房里说着什么，然后画面动了一下，拍出来的效果就像两人在接吻。我愤怒地要夺手机，你监视我，谁给你的权利？不，你没这个脑子，是你儿子，对不对？我气得要发疯了。家里装了摄像头，我竟然毫不知情。和杨俊结婚以来，我手机通讯录里不会超过10个人。为了避免争吵，我主动退出了家族微信群。不仅是男人，就连女性朋友我也没几个。出去逛街购物，也是杨俊全程陪着。只要杨俊不在家，我下班了就待在家里，哪也不去。我如此顾忌杨俊的感受，可他呢，把我当贼一样的防着，心里有了疑问，也不和我沟通，什么话都讲给他妈听，把我哄骗到这住户稀少的渔场。他们到底想干什么？看着角落里阴森森的竹笼，我想起电视剧里将女人进猪笼的画面，再看看面前疯狂的5个老人，他们可以倚老卖老，不懂法律，胡作非为，我却不能把命丢在这里。我还有女儿，还有父母，我不能和他们正面交锋，要学着不动声色的隐忍。不是这样的，家里有很重的燃油味道。我给物业打了电话，那个男人是维修的，当时去了3个人，有2个女的，不信你们可以去问物业。我带着哭腔解释，尽量不激怒他们。骗鬼呢，明明就是在亲嘴。婆婆恼羞成怒，拿着戒尺就往我脸上背上拍。我拿出手机要给杨俊打电话，想告诉他家里的燃气管确实泄漏了。婆婆一把夺过我的手机，我儿子就是太善良了，昨晚知道你在家里和人，他一个大男人哭了，他舍不得你，我可不会手软。他示意几个舅舅动手，我拼命扭动，冷汗从我的额头滴落，我是真的害怕。他们说要把我的手脚捆起来，装进猪笼里去。我说，那是我的相好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我禁不住嚎啕大哭起来。婆婆得意地拍拍手，认罪了，早干嘛去了？和你耗了半天，真是累人。他们把我锁在房间里，说杨俊正在赶来，离婚是肯定的了，至于财产怎么分配，就由不得我做主了。我偷偷用手表电话联系了我妈，让她赶快找人来救我。现在想来，我在这段畸形的关系里居然能忍耐这么久。在这样的婚姻里，我像一条被抛到沙滩上的鱼，张大嘴喘息，永远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。这世上除了女人就是男人，只要想生存，就免不了和各行各业的人打交道。杨俊打着爱的旗帜，用他强烈的控制欲，一步步将我束缚和控制，让我失去自我，成为一个傀儡。想通了这些，我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，压抑的情绪一下就轻松了。杨俊到家的时候，婆婆看我竟然睡着了，还发出均匀的鼾声，她气得脱了鞋子就抽打我。我睡眼朦胧地醒来，见杨俊衣领一个内翻一个外翻，头发乱糟糟的，可我不想多看他了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我是真的怕他了。我们谁也没有说话，一直沉默着。
可此时的沉默更像一种嘲讽。听着外面的狗叫声、汽车的引擎声，我笑了。紧接着就听到一群人喊我的名字，屋子里呼啦啦就闯进来7、8个男人，我的眼泪一下子就喷涌而出。见到亲人的感觉真是太好了，我扑在表哥的怀里放声大哭。他拍着我的肩膀，看到我脸上和腿上的淤青，拽着杨俊就往外走。真当我们家没人了是吗？不是要进猪笼吗？来，你先试试啥滋味。就听到婆婆尖叫着，我们就是吓唬吓唬她，没把她怎么样啊。你们还有王法吗？跑到我家里来打人。老三，快叫治保主任来，要出人命了。我和杨俊的离婚非常顺利，别说1个月的冷静期，就是10个月，这个婚也离定了。我们把房子卖了，1人1半房款，孩子归我，重新恢复了正常的社交。我看到的都是善意的笑脸。人这一辈子总要赶上些沟沟坎坎，这没什么，有时一咬牙就挺过去了。婚姻是什么？是信任，是沟通，是相互扶持，是2个人越过越好。要相信自己永远是自己的主角，不要为别人的情绪无底线的买单。不论今天多么的困难，都要坚信，只有回不去的过往，没有到不了的明天。让自己越过越好，是对昨天最好的回答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